你现在所看到的那栋比较高的建筑物，就是越南首都河内的地标性建筑 Landmark 72，也是越南这个国家第2高的摩天大楼。但是在它的旁边却有2栋烂尾楼，迄今没有完工。来越南之前就看到新闻说越南的房地产暴雷了，有1200多个房地产项目烂尾，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看到这个新闻时，我以为越南遍地都是烂尾楼，但实际上我在河内市中心并没有看到什么烂尾楼。眼前的这2栋烂尾楼还是我在逛河内博物馆出来后发现的。这是第1栋烂尾楼，在 Landmark 72的旁边数了一下，大概30-40层。另外1栋是在 CEO Tower 写字楼的旁边，高度差不多。这2栋应该都是商业写字楼，它们的外面现在都用铁皮打上了。街边呢还有一些小吃摊，大家可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高楼林立，非常的雄伟壮观，对吧？没错，这里是越南河内的新 CBD 商业中心，也就是纸桥郡。纸桥郡早年因为造纸而出名，位于河内市中心的西边，大概是在2环到3环的位置，是河内比较国际化的金融商业中心。比如 Landmark 72这个写字楼，高300多米，共72层楼高，旁边还有2栋48层的住宅楼，都是由韩国企业投资建设的。所以你看这栋楼里入驻的企业，大部分都是韩国的一些金融企业。可以这么理解啊，在河内有不少外国企业的员工都驻扎在河内纸桥郡这片区域，在这里工作生活。我再带大家去周围看看，这里说是商业中心，实际上这里的建设远远没有完善起来，周边有很多都是空的，然后用那个铁皮外墙围了起来。外墙上呢又写满了各种小广告，什么卖房的、放高利贷的、招聘的等等都有。这栋烂尾楼离远了看没有觉得有多高，但是当我站在它下面的时候，反而觉得挺压抑。再看看这个铁皮的外墙，差不多得有3米高了。这个应该是进入这栋烂尾楼的大门，现在呢也是锈迹斑斑，贴满了小广告。旁边有个小门，上面也画满了涂鸦。越南很多地方都有涂鸦，不知道为什么涂鸦文化在这里也这么流行。这是第2栋烂尾楼的墙面上还张贴了越南特色美食的广告，但是外面呢都用铁皮墙围上了，这怎么进去吃呢？看看这个角度，一下就能看到2个高耸的烂尾楼，还是蛮有视觉冲击力的。逛得有点饿了，在这里的小吃摊呢简单吃了一点，1个法棍1个西瓜汁，花了3.5万越南盾，换算过来差不多10块钱吧。Landmark 72的写字楼外面有很多送外卖的以及出租车，刚才看有人从这里出来拿外卖，可能是不让外卖人员进去吧。在写字楼的后面呢，还有快递小哥在地上摆了一堆快递，等着人来拿。我还在周边转了转，后面的区域有很多空地，也是用铁皮墙给围起来了，也贴满了广告。我就拍照问了一下越南的朋友，朋友告诉我说这些广告都是借款的，因为在越南买房，房地产开发商都希望客户能全款购买，这样呢回笼资金会比较快一些。往前走还看到有一条小河，不知道它是不是排水渠啊，水很脏也有点臭。整体感觉来看，商务区周边的环境还是比较差一些，这也能理解，毕竟越南现在是快速发展的阶段。你看看后面的工地还在施工呢。刚才吃东西的时候，发现旁边的铁皮墙上有一个 Vinhomes Smart City 的楼盘广告，据说这是越南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 Vinhomes 开发的，有很多中国人都买了他们的楼盘，我也带大家去看看他们开发的楼盘是什么样的。在越南出行最方便的就是 Grab 的摩托车，在 App 上叫好车，戴好头盔， Grab 的司机大哥就会带着你在河内飙车了。坐上摩托车在城市里穿梭，有一刹那会想，如果是在摩托车很多的台北街头骑车，又是怎样的感受呢？希望将来有机会去一趟台湾，看看那里的人们都过着怎样的生活。到了，这里便是 Vinhomes 开发的一个社区，叫 Roy City。社区里面还有一个大型的购物中心，叫 Vincom Mega Mall。从这个雄伟壮观的大门进去就是社区了。社区的广场上有一个大花园，花园里面摆放着10个欧洲风格的雕塑。看雕塑的内容都是跟孩子、家庭相关，每个雕塑都放在了像是大理石的台子上面，大概有3到4米高，看上去非常的雄伟壮观。后面有一个4匹马拉着车的雕塑放到了带喷泉的水池中，不知道是不是在隐喻越南权力中的4驾马车。之后就是 Vincom Mega Mall 的大门了，我进去转了转，发现越南也有企业在做电动车，品牌是叫 VinFast。 我一开始还觉得奇怪，怎么这些品牌都带一个 Vin， 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越南最大的私人企业 Vingroup 旗下的公司。Vingroup 旗下的公司业务涉及到了制造、科技、房地产、零售、汽车等领域，简单理解就是越南版的恒大，啥业务都做，就是不知道有没有 Vin 歌舞团。他们还有 Vinmart 是做线下超市的，还有 Vinmac 是越南最大的私立医疗服务提供商。
运营着70多家医院和诊所，甚至还有 Winschool， 是越南最大的私立教育提供商，运营着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机构。路上跑的 VinFast 汽车也是越南首家汽车制造商，跟恒大汽车一样也上市了，只不过是在美国上市，而且汽车真的开始在美国销售了，不知道恒大汽车会不会羡慕。我现在所在的商场就是 Wincom 运营的大型购物中心，或许是因为今天不是周末，整个商场呢又非常大，所以显得商场里的人不是很多。整个商场非常的国际化，有很多欧美日韩的品牌，也有一些中国品牌。我特意找了一下，发现了安踏、李宁、OPPO 和特步。从商场出来，后面就是 Royal City 社区的公寓楼了。整个社区环境很好，绿色植物很多，配备了儿童游乐场、羽毛球、网球、篮球活动区域。社区还配备了专用的大巴车，方便居民出行。当然也少不了公寓出售的广告。这里的公寓支持贷款购买，不过要 6%到 9.5% 的年利率，最多可以贷款15年。说真的，这个贷款利率可不低啊。另外我还发现公寓里的住户很喜欢养花，几乎每家的阳台上都摆满了花盆，楼顶上呢也种满了绿植，看上去郁郁葱葱的，算是给这30多层的水泥森林增加了一点不同的颜色。整个社区还是很安静的，社区里的道路呢也很平整，虽然门口有保安，但是也允许人们自由的进出。说实话，除了楼层太高，公寓的配套设施还是很好的。我在里面逛的时候，时不时就发现有工人在维护社区的环境。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这里的公寓价格大概在人民币120万元左右，就可以买到一套110平米的房子，而且是永久产权。当然，前提你得是越南人，外国人就只有100年的产权了。相对于中国1、2线城市的房子，这个价格并不是很贵。从社区出来，我买了一杯加了冰的甘蔗汁，实在是太甜了。看到这个付款的二维码了吗？在越南买东西，移动支付也开始慢慢流行了。另外一点不得不说，因为河内所属热带气候，我最爱的椰子、西瓜、榴莲等水果价格便宜又好吃，作为北方人真的是羡慕的不行。休息的时候看到一位越南大姐在这么喧闹的大街上，头顶还时不时有地铁通过，竟然也能睡得这么香。我们再看看整个社区周围的环境。Royal City 相当于在河内的2环附近，距离河内老城差不多10公里的距离，门口就是河内的交通要道，车流量很大，而且社区被一条地铁线环绕经过，乘坐地铁出行也比较方便。从高空俯瞰整个社区，像是一个同心圆，圆圈的中心是 Magmore， 而整个社区的公寓楼则围成了一个圆圈，因为周围的房子大都是3到5层高， Royal City 公寓楼高达35层，所以看起来显得有点鹤立鸡群。不过千万不要觉得周围这些看上去像贫民窟一样的房子价格就很便宜，要知道这些房子都是永久产权，价格要远远高于 Royal City 的豪华公寓。毕竟能在首都的中心地带拥有一栋这样的房子，估计做梦都会笑醒吧。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下期节目会带你去看看这样的房子里面究竟是什么样，一套房子要多少钱。有感兴趣的记得点赞支持一下。这是去地铁站时拍到的，就在社区旁边的小巷子里，看上去公寓楼真的太高了。不知道有没有像日本的公寓一样，阳台会放置软梯，这样遇到火灾的时候可以逃生。反正高层公寓没有这样的设置，一旦失火，那后果是相当严重。对了，大家看到社区旁边的那条小河了吗？我一开始也没有注意到，直到我走街串巷找到地铁站才发现，它确实是一条河。从100米的空中向下俯瞰，都能看出来是黑色的河水。地铁站就建立在这条小河边上，正好看到一趟地铁站经过，发现车厢数量有点少，才4节车厢，看来大家还是习惯骑摩托车出行。小河的两边店铺林立，人来人往，很是热闹。刚才还看到有人当街就往河里面撒尿，这个有点说不过去啊。然后这里的污水似乎就直接往河里排放了，那这个环境就可想而知不是很好了。有时候我也好奇，一个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定要以环境的牺牲为代价吗？中国也曾经经历过这个阶段，做得也不是很好。原以为这些经历可以为别人提供一些帮助，少走一些弯路，最后发现没有，只有自己经历过才能学会成长。我相信越南迟早有一天会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不知道大家对越南河内的烂尾楼怎么看？你觉得他们会这样一直烂尾下去吗？而对于河内的豪华公寓，你觉得他们的价格贵吗？会考虑在这里买房生活吗？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下期视频我们就从更多的角度来看看河内这座城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千万别忘了帮我点赞和分享，这会帮助我制作出来更好的视频。咱们下期再见，拜拜。